有同学说我们山下建的建筑太多了，然后本来说把这里打造成风景区的是吧？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半成品给做好啊。先检查一下这个瀑布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么小了？哎，我们旁边的栈道行人已经不少了。就是上山的这个道路啊，车流量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。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风景区呢向对面的山头去发展。这个风景区肯定不能在山下，我们山下为什么盖那么多建筑呢？因为我瞎盖。我们把这个4车道呢，我刚才大概也去看了一下，如果说把这条路去延伸到对面的话，哎，它是非常壮观的，180度，把它放到对面的山上，然后多余的节点我们再把它给删了，180度 ，OK。这条路的高度有点太夸张了，如果说直接把它沿在这儿的话，这个半山腰上有很多建筑是放置不了的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条路的前方呢，先去打一条弯道，然后逐渐把它降低，把它降到山坡上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去放建筑了。这个高度好像还可以啊。哎，一会儿这个汽车经过的时候，感觉会有点腿软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形啊，为什么把这个风景区选在这儿呢？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山脉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中间还有一个峡谷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峡谷中呢去做一些旅游观光的渡船，是吧？这里就当做我们风景区的一个大门了。那么我们景区如果说要收费的话，可以在这儿放一个双向的收费站。哎，这个桥面上是不是过来一辆车啊？警车？哎，来这样，我们赶紧把这个收费站的票价呢，把它提上来，迎接一下我们第一位顾客。为什么要到这个位置啊？巡逻中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收费站建设了以后，哪怕对面什么建筑都没有，是吧？也是有人过来给我们交钱的。OK， 你看来回的收费啊，双向收费，小车是2块钱，然后一个来回呢就是4块钱。既然来到山上的话，我们最好能够换一个道路，换一个禁止停车的道路吧。哎，我们通过这个收费站呢，先拉一点点直线，把它拉在这儿。然后通过这个收费站呢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山脉看一下啊，怎么样去把这个马路给放一下啊？看起来倒是挺合理的啊，就是前方的节点再把它降一下就行了。这个马路做平滑的话，有点不是太好平滑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到山顶了。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呢，可以在山上去做一些吸引力比较多的建筑啊。尽量要尝试一下这个堵车的感觉。哎，这个节点把它再抬高一下。你比如说这边有一片空地，然后呢，我们从这儿拉开一条路口，这个路口一定要小一点。其实这个山上可用的土地比我们山下要小得多，所以我们盖房子的话可以依靠这个地形，这样去拉一条小型的范围。然后这里是我们风景区的一个购物的地方。通过商业专精呢，我们加一个旅游观光区划。然后这个房子，刚才不是说这个房子要比我们山下要稍微小一点吗？我们可以用到一个低密度的商业区，这边给它盖上房子。然后呢，来把游戏加速一下。哎，我去，加速之前这个地形还得稍微平整一点点啊，要不然我们的建筑盖起来以后不是太好看啊。哎，这个氛围其实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加油站一样。但是按照现实来讲啊，我们刚进山必须得有一个小型的酒店，这个酒店叫这个不是酒店，丽莎的纪念品店。然后另外一个建筑呢，把游戏先加速啊，旁边我记得规划的还有一片空地，海岸小石豪门酒店 OK， 有一家酒店啊。那这个酒店它盖起来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高度啊，还可以啊，这高度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水源也牵过来，可以和我们这个收费站去共用一条电路。因为现在我们家里比较困难，从这儿吧，从这儿拉一条电线杆过来。哎，还真的有车辆过来了。我们现在先按照这个道路啊，把这个电线杆可以先去拉2条直线，然后检查一下这个车辆它是干什么的。垃圾车，我还以为来游客了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刚盖好。然后这个新房子呢，它可能会产生一部分的建筑垃圾，是吧？我们的垃圾车就把垃圾给它收走了。对面倒是有一片空地啊，这个对面的空地看起来呢大小还可以。
然后呢，我们先把它引到这儿，再根据这个地形呢，这样去拉直线。小桥旁边也开一条路口。至于旁边的这条主干道，我们是可以再加一部分小型的商店的。这个商店盖起来好像也是酒店。啊，又一辆警车。那等于说我们现在这个收费站好像只为了这些警车服务。准确的说是为他们服务，只是多少收了一点过路费而已。那么中间的这个土地啊，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这个土地我们留起来怎么样？比如说通过旁边的路口啊，我们先让这条道路呢走上这个小山坡，多少平整一点点，够盖一个房子就行了，其他的地方是一个坡道。这个地方可以盖一个6×4的区域，也就是说它分隔开来是2个房子，但是我们只要一个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框选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区域，把它盖成酒店，再加速啊，已经是3倍的一个速度了。看一下它盖起来是什么样一个效果啊？我放置了以后为什么没有盖房子？我们去远处看一下啊，刚才我发现这里已经有游客了。然后呢，某个节点啊，好像从这个位置来看它有点穿模，我们还需要把这个道路给降一点。我们回到这个位置啊，刚才的房子没有盖起来，然后我们先把它给取消了。我们这里既然作为一个景点呢，这个就当成我们风景区的一个办公室了。你看这个房子盖起来以后，我去，它需要243位工人，其中受中等教育的市民达到109位。但这个房子的造型倒是挺别致的，我们可以把旁边呢稍微进行装修一点点。随便种一点点树啊，既然在一个山上的话，这个建筑啊，我们就让它稍微的合理一点点，环境不能打理的太好。至于其他的地方呢，比如说旁边啊，直接盖商店，就这样随机的就铺设就可以了，低密度一点。我们还需要继续向前发展，因为我们的景区，我去，景区在哪儿？景区好像在这儿是吧？这个马路我们需要把它给沿下来，得通过山路的一个方式，然后我们走一个 Z 字形。按照我们国内5A 景区的标准呢，这个地方私家车就不能再经过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马路延伸到前方的空地，从这儿再增加一个收门票的地方。这条道路看起来，这个坡道有点太陡峭了。这样啊，我们把这个丁字路口呢先删掉，然后让这条路继续向前方去延伸一点。差不多，这个坡道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丁字路口起在这儿。现在来收门票就比较合理了吧？比如说找一下公园的选项，选择一个游乐园，游乐园不行，动物园，来个自然保护区的正门吧。然后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景区，确实有点太寒酸了，还需要把它抬高一点。但即使是抬高了以后，这个门头看起来很奇怪。检查一下旁边能不能再加一个小门呢？加之前还得把这个分区给扩散了扩建了。通过公园区域呢，这样啊，我们先随便画一点点，不能画多了。这个分区啊，这个景区主要的方向啊是在这个山谷里。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正门啊，直接在旁边再加一个小门，自然保护区侧门。来吧。我们从这个位置再看一下，一个景区有2个门是很正常的吧？最起码我在现实里是这样见过的，2个门挨得也不远，就几十米，可以让它通往2个方向。左边的大门呢，可以让它通往峡谷；右方的小门呢，就让它在山野里。既然这条小路是通往山下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抬高，做一个平行，然后行人通过这儿的话，我们再让它下来。想一下，这样下吧。
因为它上下高低有一定的差异。如果说我们把这条路直接延长到这儿的话，这个陡峭的程度啊，行人肯定是过不来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大门的路线啊，直接让它向前走。然后我们检查一下高度啊，看一下两条路线能不能先连接一下。还可以啊，这个坡道是可以的。OK。然后去峡谷的话，我们先把它连接到第2层平台。我去，这个平台这么高啊！先试一下啊，比如说这条道路呢，这条道路，大哥，我现在有点后悔了。比如说大门的道路，我们现在可以顺着这条山脉去走一个 Z 字形。这个工程突然感觉太大了，我去！哎，这个工程我们做好了以后啊，好像有一点像那个景区的影子啊。试一下，我尽量把这里加速一下，要不然的话这工程太大。差不多了 ，OK， 修到这个位置以后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来到前方的平台了。如果说有一些市民他们喜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景区呢四面八方去拉好几条索道，就不用他们辛苦去走1星期了，发现这个景区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OK， 刚才我随机的去放了几个资产，然后呢，一会儿这个位置可能会挪动一点。至于这2个楼梯呢，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连接。这个连接应该会比较好连接一点啊。通过公园的这条道路啊，比如说我们先用这个节点去串联一下。不用这么着急了，就差这么一小段了。还可以啊。哎，现在已经把它连接上了，台阶也有，土路也有，楼梯也有，上山的栈道也有。就是这里有一个小桥，我刚才是设想要把它给利用起来的，试一下啊。比如说通过这个位置让它旋转，哎，或者让它再向前一点，来到这儿。移动小庙之前呢，来我们把这个牌坊放在这儿。其实它好像也不一定是一个庙，有点像那个孙悟空变成的那个小房子，是吧？可以再来一点点小型的护栏，但是这里去拉公园围栏的话，就有点不是太真实了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围栏，它是一个木质的，这样。那么这个小庙呢，也让它简简单单的。游客可以通过这条盘山公路下来以后呢，他走过一个桥梁就是小庙。往左边走呢，这里是游玩的地方。作为一个游玩的地方的话，在这个半山腰上呢，这个道路不管怎么样去铺设，它都是合理的。所以我们就可以随机一点。作为这个公园里面的建筑，现在实际上一个都没有放置。把这个萤火呢，我们可以先放在小庙旁边，来一个。有部分游客他们来到这个位置以后，他们想回去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了。我们再放置几个帐篷，一方面增加一下这里的娱乐值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多了一个赚钱的途径啊，太棒了！然后这个观景台，这个观景台一定要在这个山脉上，来一条比较刺激一点的，然后再让它向前延伸一点点。OK， 再把这个观景台放下来。哎，这样就比较刺激了。你看，就这个颜色有点不是太好看啊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啊，好像还有一个别的颜色。观景台2会更大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观景台1的旁边，成双成对嘛，毕竟今天7夕节是吧？但是今天晚上如果说还有时间来看我视频的话，那可能跟他们没关系啊。这样啊。2个观景台已经有了，篝火已经有了，然后这里的帐篷也有了，一座便携小帐篷。接下来这些大型的建筑，比如说帐篷露营地，放在这儿，
本来这些建筑我准备放在山上的，我觉得这个位置不放的话也太空了。眺望塔可以来一个，但是这个位置咱把它放在这儿吧。然后攀岩架，那么这个地方再来2个卫生间就可以了。你比如说他们在这儿吃饭是吧？我们正好把它放在对面啊，吃完饭就可以上厕所，上完厕所还可以继续吃。身上有火是不是不太正常？不过这个游戏是外国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那样就不用再去多想了。在火的旁边保守一点，放个水井吧。然后这个小庙的旁边也放一个水井，放在这儿。现在这个公园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已经放了一遍，然后市民如果说走在这儿的话，那是相当刺激的。而且这个公园的门票也不贵，我们去山上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游客步行到这个位置，有的话我就给他点个赞，没有的话大家就给我点个赞。公园信息，本周访客量0。不对呀，这个地方好像距离我们的城市也没有多远啊。作为我们城市第2个公园，而且这么刺激，我觉得客流量应该多一点才对。我们把这个票价呢，先暂时的降到0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业大酬宾是不要门票的。如果这些市民他们愿意过来的话最好，不愿意过来的话房子给他拆了。把游戏恢复到3倍的一个速度吧。有游客过来了，他是真正的勇士啊。轿车正在前往篝火，也就是说他需要步行走我们的这个天桥，也不叫天桥，栈道。厉害啊，他已经把车停了进来。哇，又有游客过来了。刚才我们把门票是免费了以后啊，这个游客明显增加了好几倍啊，因为之前也没有游客。以他的第一视角来看一下吧。不行，第一视角这个位置第一视角绕得我有点头晕。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啊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游戏时间大概10秒钟是1天，是吧？目前他走到这个位置已经走了大概有5、6天了。那么他来到我们的风景区呢，基本上也就半个月过去了。那说明他肯定没有工作，有工作的人是轻易不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游玩的。